大家好，今天来说一下这个，就是说湿地工程怎么去把它启动起来。虽然我们试用的包里面都会有这3个文件，然后这是第一个包是我们的 ACM Report 它的后端的引擎，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集成的那个湿地工程，它是一个 Spring Boot 的一个工程，然后它就是一方面，它这里面包含了就是说对我们这个引擎的一个集成，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它里面还有一些我们这个设计器静态资源也在这里面。就是比如说，我们先把它解压开来，解压开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标准的一个 Maven 的一个工程。然后进去我们可以发现这个 resource static 这个目录底下，它就是我们这个设计器的一个静态资源在这里面。这就是我们使用的一个手册。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先编译这个湿地工程嘛。在编译之前呢，我们需要安装一下这个引擎的包到我们的本地 Maven 库里面，这样的话我们的湿地工程才能够找到它那个依赖。安装的话，我们可以使用这条命令。这个命令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简易的这个手册里面找到。比如说，我们直接粘进来。OK， 我们安装完成了。安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我们湿地工程这里面去编译它。还是就是说，Maven 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编译。OK， 我们看它已经编译完成了。这里需要注意是，如果就是说您是第一次，就是说这全新的 Maven 环境去编译的话，它需要下载很多依赖，它可能过程会比较长一点。但第二次就是说你下载完之后，再次去编译它的话，它就比较快了。编译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生成一个 target 目录，然后底下这个包就是我们生成我们湿地工程的包，我们 Spring 的一个可以直接启动一个包。比如说我们现在启动它一下。OK， 启动完了，我们在本地把它启动起来，本地去访问它。可以看到我们访问到，就是注意说这个 designer.html 其实就是我们的静态资源，也就是这个文件。OK，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湿地是否能正常预览呢？这里，然后。OK， 我们看到可以正常预览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工程导入到我们的这个开发环境里面去。所以我们导进去，其实这个工程主要还是就是说，我们这个湿地工程对应我们这个设计器，他们就是说，对于它这个湿地工程主要是包含一些我们设计器，比如说这个模板它需要的一些增删改查，还有这像这个公共脚本它的增删改查，还有这数据源模板它的增删改查，其实主要是这些接口，还有就是预览的接口也在这个湿地工程里面。
比如说这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模板，就是说我们这个这里这个模板它的一个实体，这个是它的实体类 entity， 它的实体类，就对应 GPA 里面这是我们 GPA 的注解。然后可能在具体生产环境的话，还得就是说改成我们就是说改成客户你们生产环境他使用的一个，比如说你可能是MyBasis 的方式，或者使用原生的 JBC 它的这种的连接方式的话，那可能做相应的修改。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创建一个模板的一个接口，然后这是获取模板列表，然后这是获取一个模板它的一个数据，然后这个是获取模板列表信息嘛。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增删改查的一个接口，这是增删改查的一个 service 类，它主要是一些在事务环境下面运行的一些方法。那这个一样，这是公共脚本的，然后这个是数据库模板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import controller 其实就是我们那个预览，就是设计器预览这个地方所使用的一个接口。我们看到 preview， 这是这个 preview 方法。这 preview 方法呢，其实就是将这个模板的数据，还有预览你需要填充的数据，还有这个预览这个生成的选项，把它就是说传递到我们这个引擎的一个接口里面去，然后引擎就会生成一个文件，比如说你生成 PDF 啊，会生成一个 PDF 文件返回给您，然后生完之后，然后把这个文件就是说发送回这个浏览器，发送给浏览器，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也就主要是这三个参数嘛，也就是说预览的数据，还有模板的数据，还有这个选项这三个参数，然后传递到我们的模板这个引擎的接口，我们就可以生成文件了。你们可以进去看一下。比如说这是一个，这主要是其实是这个 Report Help 里面 Help 类，然后我们这个 Report Help 可以设置一些内置的变量，比如说这是一个内置的变量，比如说我们这里保存它一下，然后我们先把这边的工程停了，我们可以在设计器里面去启动它，我们在开发环境里面去启动它，开发环境就是这个我们看到 Boost 的这个类，然后我们就可以启动它。右键这个对，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设计工程使用的是它的数据库是一个内置的数据库，是一个 Derby 的数据库。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不依赖于具体的环境，比如说不依赖于这个 MySQL 就可以把它启动起来，方便大家去测试这个模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那个配置文件在这个可以看到这个GPA 的一个配置文件。它连接 URL，JDBC 连接 URL 是一个 Derby 的一个数据库，有我们 TestDB 的一个数据库，一个就是库名就是 TestDB， 然后就是说它是动态创建的，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个 TestDB 的文件夹，那么它的这个我们的一些数据就是存放在这里面的。我们启动完了，我们去访问，其实一样的。
比如说刚才去访问我们的一个内置变量，那么 OK，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成功访问到我们的内置变量。同样的，我们这里面就是说我们预览这里面也可以去就是说设置其他的一些内置的一些对象。然后这里的其实生成的话主要是在这里，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还得根据就是我们客户的生成环境都需要根据就是说它的需求去定制这个生成的接口。就我们可以参照一下这里，参照这个就是说这个预览的接口来就是说就是说做一个我们在生产环境里面所使用的一个生成接口。好，这个视频大概就介绍到这里。